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距离城里面有5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公里，交通是挺便利的。这栋房子已经闲置多年，没人居住。房子周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现在闲话不多说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我的车开进来之后，只能停在这边了。因为整个院坝没有硬化，没有太宽的地方可以停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房子周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，土地也是挺宽的。这块土里面现在应该种的是一些药材吧。对面的山顶上好像有栋房子，拉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地理位置还挺高的。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我们去那边看一看，究竟是谁在上面建了这样的一栋房子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，独门独院，交通也是挺方便的。房子的背后有一条进村的马路，这边是单独的硬化了水泥路进来，但是整个院坝没有多宽，只有一条路可以开进来，所以车子呢在院坝应该是没办法倒车的。房子旁边的土地已经是翻耕了，今年应该要种一些玉米啊，或者其他的一些农作物吧。房子外面是一小片的竹林，还有一些寸木树，那边应该还是一棵板栗树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。房子距离小镇只有2公里左右，平时可以去镇上买菜，也是一个苗族的集市，5天是赶1集，但是赶集的时间比较早，天没亮，陆陆续续就开始摆摊做买卖了，所以要买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肉都要比较早一些。房子的门口位置是一块大概2分地左右的土，现在暂时还没种东西。这边有一座土坎，大概高2米多，院坝确实没有多宽这是一栋典型的苗族民居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进深有6到7米左右，楼层高度有4米多。2楼是堆放杂物的，1楼是住人的。这栋房子因为是我朋友打电话过来，让我过来看一看，他人已经出去务工了。我们这边打工的人是比较多的，整个小县城有20多万，接近30万的人口，但是外出务工基本上到了90%左右。门口的外面堆放了很多柴，到冬天的时候可以烧火取暖的。大门紧闭他说这栋房子在这边是完全没有装修，而且地面没有做硬化，如果要居住的话要适当的装修，而且地面要重新全部弄。进去的话也看不了什么，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呢就从大概看一下房子外面的环境吧。在这边是种了一些大蒜，那边有红菜苔还有白菜苔。主要是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好，独门独院，距离邻居最近也有200多米吧，很安静的一栋房子。在底下是有一条小水沟的，平时下雨会有流水，但是长时间是没什么水的。这边喝的是自来水。从这个位置就是一条小马路，可以开车进来，但是这边确实很窄，所以我的车是停在了马路那边。这栋房子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，这些瓦基本上2、3年主人家会检修一次，所以基本没有坏掉吧，不会漏雨的。
在旁边有一个简单的旱厕，平时一家人就是用这个旱厕。当然，我觉得如果要在这边生活居住的话，还是要修一些比较便利的卫生间，可能要比旱厕好用多了。倒是挺安静的，种菜，养点鸡，很不错的地方。整个院子呢，基本上也被一些灌木丛啊、竹林全部给包围了，也没打围墙。当然，在农村里面不需要打围墙，基本上也没有人过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整个院子都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，朋友们？从这栋房子的侧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基本上这栋房子没有装修的。2楼啊，都是这样的大空隙，风吹着还是挺冷的。到了冬天啊，基本上是无法居住。包括1楼的一些木板还有立柱，有些地方也是坏掉了的。这是我朋友的朋友通过我的朋友找到了我，他说想让我来看看他这栋房子到底值得再改造吗？他也想在老家把房子改造了，因为常年在外地打工，回来没有一个好的居住环境。确实啊，有的时候一整年都不想回家。如果家里条件比较好，每年还是回来住那么10-20天。他说如果这栋房子合适的话，也可以找一些有缘人，让别人代为给他，就是说打理一样的。基本上租金的话就很便宜的那种。确实啊，这栋房子如果改造的话，难度倒是挺大的。这根立柱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最底下已经是烂掉了，用石头给垫起来。这边的地脚缝啊都有点变形了，包括这块木板。所以这栋房子改造的难度挺大的，我觉得比我们在河边去年改造的那栋房子可能难度更大一些，因为这些立柱啊确实不太好。这是一栋5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5柱7的房子，进深差不多有8米左右吧。后面的土坎也是随时可能会掉下来，包括排水沟也没有做好。还有后面的挑手那个位置啊，也是用这样的2根领子给它支撑起来。太多地方需要改造了。主要像这样的一栋房子改造出来，成本很大，确实不太值得吧。如果推倒重建的话，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毕竟这边是老宅基地。在我们这边现在建房子也是需要去办手续的，通过审批之后才可以推倒重建，还是要在以前的宅基地之上。要是重新建在其他地方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院吧也是可以值得好好的改造一下，可以把它整个底下加宽，打一些立柱，把整个院把加宽，车子可以开进来。到时我会给他一个比较综合的意见吧，毕竟通过朋友来找到我，也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石头呢，主要也是做这个方面的工作，也有一些经验，给他提一些我的看法建议。我觉得，他应该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考虑的。毕竟，在这方面我的经验可能要比他多一些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房子的左手边，这边也是一块空地。刚刚看了一下，这栋房子是坐东朝西，
这边的海拔290多米，差不多300米左右。到夏天也不会很热，毕竟我们整个湘西到了夏天，大概也就30多度左右吧，会持续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农村里面还是挺凉快的。这边我发现一个石槽，这是冬天打糯米糍粑用的。朋友们，你们那边有这样的石槽吗？是否在过年的时候还会去打一些糍粑呢？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清楚，去年年底啊，我们在家里面打了2次糍粑，有一次是和邻居一起打的，有一次是和我的同学他们一起打的，挺热闹的。这个地方什么原因啊？有这么大的一处深坑啊？感觉以前是他们家的花卉池吧？怎么是这个样子的？哇，里面还有很深呢，底下都是空的，很怪异啊。包括这个地方地基已经是有点下沉的，这栋房子确实啊，值得好好的琢磨一下。我的朋友确实也是很热心，在年前就给我说了，让我一定要过来看一看，这栋房子到底还值得修吗？确实地理环境不错，但是这栋房子改造重新修的话，成本太大了。记得刚刚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这棵应该是板栗树，确实啊，还挺大的。估计每年都会结很多板栗，到秋天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来这边捡板栗吃了。这应该是野生的板栗树。那看完了这栋房子，我也综合的给这个朋友啊提几个建议。他也把这栋房子实际的情况告诉了我。他说这边因为是园区，现在重建的话是比较困难的，可能会搬出去，但是这边的环境挺好的，他不想搬走，想在这边继续住下来。那如果住下来的话，只能通过改造重新装修，有些地方给它换掉，把它换成新的，这样子也是可以的，就没有过多的一些手续了。那首先这栋房子的领子很多地方要换掉的，包括这栋房子背后有3根立柱都是需要换掉的，还有前面的这块幕墙板有些地方也是需要换掉的。整个房子里面要重新做硬化的水泥地面吧，最起码要这样子。还有这栋房子是往后倾斜的，要通过一些大力码重新给它扶正，再重新装修。这栋房子修的话还是可以修的，但是修的难度也是比较大，要专业的去做吧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前屋檐的这些挑手都已经裂开了，也都是需要去换掉的。那这栋房子如果经过这样子改造装修弄好了之后，整个院坝也是需要加宽的。虽然这边已经修通了水泥路，但是院坝没多宽，车子是无法倒车的。这块位置啊，我给他的建议，打一些水泥墩子给它提高，然后打一块橡胶板过去，把整个院坝给做宽一些，或者从这个位置可以直接修一条路，在地下做一个地下车库，上面就是院坝了。两边的土地还是可以适当的保留，种菜，
或者在前面再挖个鱼塘都是可以的。那整个院子可以通过这样的灌木丛，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木栏杆给它做一些围墙，这样子私密空间更加好一些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初步给的一个建议，具体的实施还有具体的怎么去做，还是需要现场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朋友们啊，不知道你的家乡啊，或者你们家也有这样的老房子吗？也想重新的去改造，或者和这个朋友一样，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